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，有时候只需要一条赛道的宽度，但心与心之间的心理距离，却往往需要无数个日夜的默契来丈量。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，我们见惯了太多声嘶力竭的应援、精心设计的偶遇，以及数据堆砌出来的虚假繁荣。在这些被聚光灯放大无数倍的华丽瞬间里，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视线往往是错位的，粉丝看着偶像，偶像看着镜头，而镜头看着资本。然而，真正能触动人心的，往往是那些在极端环境下剥离了所有伪装与喧嚣后，依然能够精准对接的视线，把时间的指针拨回那个被台风和暴雨笼罩的珠海赛车场。那原本是一场属于速度与激情的较量，却意外地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坚守与回应的无声电影。大雨滂沱，洗刷的不仅是赛道上的轮胎印，更是娱乐圈里那些浮华的滤镜，露出了偶像与粉丝之间最原本也最动人的底色。珠海的夏天，天气总是像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。但那一天的台风暴雨来得比预想中更加猛烈且不讲道理，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滴，毫无差别地砸向珠海赛车场。对于一场备受瞩目的正赛来说，这无疑是致命的。赛道积水严重，能见度降至冰点，比赛被迫按下了暂停键。最让人揪心的是那些毫无遮挡的露天看台，在自然界狂暴的力量面前，人类显得如此渺小。狂风轻易地掀翻了雨伞，雨水瞬间浸透了衣衫，原本充满期待的观赛体验，瞬间变成了一场风雨飘摇的生存考验。如果是普通的演唱会或者见面会，或许早就演变成一场仓皇的撤退，但在赛车场的看台上，却出现了一幅令人震撼的画面。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，也没有人抱怨这糟糕的天气。许多粉丝干脆放弃了抵抗，他们直接坐在积水中，任凭雨水冲刷。但即便浑身湿透，头发贴在脸上，鞋子早就灌满了水，他们的手依然高高举起，紧紧握着那把绿色的应援伞。一把、两把，成千上万把，在灰暗的雨幕中，那片绿色的海洋不仅没有涣散，反而因为风雨的洗礼显得更加坚定和纯粹。这种坚守最难得的地方在于它的体面。他们没有哭天抢地，没有卖惨薄同情，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，用一种近乎执拗的方式表达着对那个人的支持。这种不矫情、不喧哗的姿态，甚至震撼了同场竞技的其他车手。在赛车这个充满雄性荷尔蒙、讲究圈速和毫秒必争的硬核竞技环境里，这群粉丝用他们的执着与安静，赢得了对手由衷的肃然起敬。这已经超越了普通的追星，变成了一种关于信念与热爱的展示。视线穿过宽阔且积水的赛道，来到封闭的维修区P房。在这里，王一博正面临着比赛暂停的焦灼。作为职业车手，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在赛道上证明自己，渴望用速度去回应所有的期待。但作为那个被看台上无数双眼睛注视的人，他更读懂了那份隔着雨雾传来的沉甸甸的偏爱。如果换做别人，或许会选择待在干燥安全的室内，喝着热饮，等待赛事的最终通知。但王一博没有，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，他多次独自走出 P房，他没有戴头盔，也没有戴口罩。这意味着他卸下了车手的武装，卸下了明星的防备，以王一博本人的身份，毫无保留地站在了风雨中。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滴落，打在脸上，但他却浑然不觉。他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雨幕里，目光越过赛道，长久地望向粉丝所在的方向。那一刻，赛道上的积水，耳边的风雨声，远处的引擎轰鸣，仿佛都消失了。世界里只剩下他和看台上那片为他撑起的绿海。他特意示意导播将直播的镜头切给那片坚守的绿海。这个动作没有任何多余的言语，却胜过千言万语。他在用这种最温柔也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，我看见你们了，你们的等待我都懂。直到赛事方正式宣布比赛取消，确认了所有人的安全，他才默默转身走回 P房。这场大雨隔绝了外界的喧嚣，却见证了最动人的默契。他没有冲过去和粉丝拥抱，也没有在镜头前发表煽情的感言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用一种你在奔赴我，我也在回望你的姿态，完成了这场双向的奔赴。这种克制反而比任何热烈的互动都更直击人心。其实，如果你仔细去翻阅王一博与粉丝之间的相处模式，就会发现，这场暴雨中的对视，绝非偶然的感动，而是藏在无数个日常细节里的长期主义。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把爱挂在嘴边的人，也不屑于用华丽的词藻去堆砌人设，但他却总是能把爱落实到最具体的行动中。还记得那些烈日暴晒的高温天吗？地表温度高的能把人烤化，粉丝们为了占据一个好位置，往往要在户外苦等几个小时。
王一博没有只是在微博上发一句空洞的大家辛苦了，而是默默自费，在现场搭建了大面积的制冷大棚。他用最实际的物质保障，为粉丝撑起了一片阴凉。他知道，粉丝的热爱不应该以透支健康为代价，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呵护这份热情。这种共情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苦，所以不想让别人也吃苦。而在风雨过后，当大家浑身湿透、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，他又通过官方渠道卡点发文，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，没有刻意煽情的排比，只是一句最简单、最平实的叮嘱：大家注意安全，早点回家，不要感冒了。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，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。他打破了偶像与粉丝之间那种虚无的阶级感，像极了老朋友之间的随口叮咛。他不喊口号，只是用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：最好的热爱，从来不是单向的追逐与自我感动，而是彼此尊重、互相体谅的并肩成长。他心疼粉丝的付出，粉丝也懂他的不易。这种双向的珍惜，才是这段关系能够长久维系的基石。在当下的内娱环境里，我们见过太多畸形的饭圈文化。有人为了接机导致机场瘫痪，有人为了打榜倾家荡产，有人在网络上为了维护偶像与他人互撕的面目全非。在这些喧嚣中，追星这个词似乎渐渐失去了它原本美好的意义，变成了一场场失控的狂欢。但王一博和他的粉丝却用一场大雨重塑了追星的边界。最好的追星大抵就是这般模样，你在赛道上全力以赴，追风逐速，去追求你的职业梦想。我在看台里静静守候，恪守秩序，做好我自己生活里的主角。我们各自努力，在顶峰相见。这种关系里，没有谁是谁的附庸，也没有谁在盲目的牺牲。粉丝保全了偶像的体面，偶像也呵护了粉丝的尊严。风雨同舟，岁岁相伴。这种不言不语却能稳稳接住彼此的默契，远比任何华丽的辞藻、任何狂热的口号都更有力量。他告诉我们，偶像与粉丝之间完全可以是一种健康、平等、互相滋养的关系。你因为喜欢他而想要成为更好的人，他因为你们的注视而想要成为更优秀的偶像。雨终究是会停的，珠海赛车场上的积水也终会被阳光蒸发。但那个下午，那片在风雨中坚守的绿海，那个在雨幕中静静回望的身影，却会永远定格在时间的长河里，成为内娱历史上一个难以复制的经典瞬间。大雨为证，岁月为凭。当繁华落尽，当喧嚣褪去，留下来的是那些最真挚的情感共鸣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赛道上还会遇到怎样的狂风骤雨，无论人生的旅途中还会面临怎样的未知挑战，只要想起那个隔着雨雾遥遥相望的下午，心里便会充满力量。因为我们都深知，在这条名为热爱的道路上，只要彼此回望，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。